今年开始去讨论6G 的标准啊，就再下一世代的通讯网络。那这里面就牵扯到，其实也开始把这个卫星也纳入在整个的 roadmap 里面。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台湾的供应链从过去中高轨卫星到现在的低轨卫星，我们看到的是在太空的部分我们在努力中，但是在地面接收的部分，地面接收处理的部分，其实台湾的 ICT 产业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啊，其实都一直有相对的。小时候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小白看产业，我是吴安琪。本来应该要先讲个前言啦，不过我今天想要先欢迎我们的来宾，是台湾亚太产业分析专业协进会的常务理事，也是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所长洪春辉洪所长。所长欢迎你。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是，今天之所以要先欢迎你啊，因为我觉得今天能来到这里真的是非常感激你。今天天气超级热的，我们中午那个门一推开，要走出房间，走到那个热空气里头，就觉得 Oh my God， 超级热。所以真的谢谢你这冒着热浪来到这里接受我们的访问，哪里非常荣幸。今天要讨论的题目也是最近蛮热的，就是低轨卫星。对，本来我真的完全不懂。对卫星完全不懂啦，就是觉得说在电影啊电视里头看过那种，其实20-30年前，我最近在看一些老片，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谍报卫星啦，可以拍一些敌方阵营的东西。为什么最近低轨卫星突然被讨论？都已经这么多年，低轨卫星它跟以前我们知道的那些卫星是不同的东西哦，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是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基本但是却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卫星都有印象，那特别刚刚您提到我们看这些电影，对甚至呢我们小时候看棒球。那很多的这些这个远在大西洋另一边太平洋另一边的这些比赛我们都有这些卫星。还有我以前的那个卫星连线 ，yes， 对这个你们应该特别了解。所以卫星是不是最近才有的科技技术产品？它是一直以来，甚至过去我们有很多的电视节目它是透过卫星的方式去做传递。那我忘了大家以前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那个小耳朵那去接收这些卫星节目，那都是卫星但是卫星基本上，刚刚您提到低轨卫星，它可以按照这个卫星距离地表的高度分成低中高轨3种不太一样的形态3大类型。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低轨卫星它主要就是在这个高度离地表高度在2000公里以下的这样的高度的卫星。那么其他呢，我们刚刚讲到过去传统的那些卫星有在这种中轨道，比如说大概在距离地表2000公里到35000多公里这样子的规模。那甚至呢有高轨卫星就是在35000公里以上的。那最近引起很多讨论的是这个低轨卫星那主要是因为那么低轨卫星呢它距离地表比较近，然后呢它可以用作这个通讯相关的这些功能呢的应用会向来变得比较多所以在这段时间，特别像我们刚刚看到像这个 Starlink 这一些的这个国际的大厂，那么他们运用这个低轨卫星做了许多通讯相关的应用那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带起了很多的讨论。通讯，所以像那 GPS 那些什么地图照那些也都是低轨卫星在做的吗？还是那种中高？不一定，那边很多是中高轨的卫星那他们的这个用途都不同刚刚提到有些是做这个影像传输啦、转播啦，有些是做这个 GPS 的定位，那有些呢甚至是做这个遥测，有些是做气象观测。各式各样的卫星它有不同的功能角度的应用。那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应用在这个通讯相关的这些领域，网络通讯的领域的这个应用开始大幅的崛起。所以可以说是
跟中高轨卫星比较起来，低轨卫星算是最近比较开始要赚钱的东西吗？哦，可以这么说。有些当然以前过去我们看到的卫星也不是不赚钱啊，但是呢，它的应用的范围有很多的领域啊。但是这一段时间很明显的这个低轨卫星呢，它应用在这个通讯、网络相关的这些领域，而这些领域是具有商业化的价值啊。那也不是说过去的卫星它不能用。很早前，我想如果大家有印象，坐飞机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转变。以前在坐飞机能不能用网络，可不可以讲电话？不行，其实可以讲电话在飞机上是可以讲电话的，那个电话要付费很贵，对，而且呢，那个就是用卫星是用飞机上呢打卫星电话，所以不是不行只是因为过去的那个卫星在比较高轨道运行，各位可以想象，从这么高轨道的这个讯号打到你的装置上，再打回去，这个路很长，而且呢，它的频宽很有限，所以呢，它的整个不管是通讯的品质啦，它的这个应用的这个成本相对都比较来的没有那么好，所以过去大家很少人在飞机上，除非一些大老板有紧急的事情，会运用飞机上的卫星电话来做通讯。那我们有看过一些影片，比如说像这个Tom Cruise 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它里面有些时候在一些特殊环境下也会打所谓的卫星电话，所以那个是过去比较属于特殊用途甚至军事用途相关的这种的这个应用范围。但是回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在在谈的低轨卫星，它比较接近商用化的这个机会，而且已经开始商用化。那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好处呢？其实仍然出在这个刚刚讲的低轨这个事情上，因为它距离地表比较近，所以呢，它可以有比较这个快的这个传输，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提到 Starlink， 我们提到 SpaceX 那个 Elon Musk 的这个公司，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让这个打卫星的成本变得比过去要低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火箭的发射它的火箭发射完之后还可以再回收，跟以前火箭发射到太空，然后之后就没了，全部要重来一次，完全不一样。它的火箭还可以回到指定的地方，然后继续去做后续发射的动作。所以这一些它的卫星的成本、发射的成本、承载的成本都降低了。那再加上它在低轨运作，所以它距离地表比较接近，它的传输速度又比较快，而且加上技术的突破，它的这个频宽也持续的扩增，所以它现在在您刚刚提到的商业化的应用，特别是通讯网络的应用，就变得相对的明显。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坐飞机，如果你看最近我们坐飞机就看国内的这个航空公司好了其实他们的飞机上其实有很多都已经搭载了 WiFi。这个 WiFi 其实不是从飞机连到外面，是连到飞机里面的网络。看是飞机连到外面的网络的时候，它用的很多就是跟低轨卫星有关的这些技术。好，那我去年曾经到欧洲出差，坐欧陆内线的这个飞机它那个飞机是接近联航的飞机，而这样的飞机呢，其实上面也有免费的网络，而且它所使用的，我在飞机上其实也在玩手游，还可以玩，而且还可以在上面强调做 video streaming 这个影像即时的这个传递在上面看影片、看短片，其实也都不是问题。所以现阶段，因为低轨卫星让这一些在这个特定领域，比如说在飞机上、在这个山上、在海上，我们可以运用这个网络通讯相关的这些应用，就变得越来越可能，而且越来越便宜。哇，听起来很厉害耶！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哇，要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才能有一个旁边的小弟这样子拿一个机器过来，我要打个卫星电话。以后不一定说不定我们的手机就可以直接，还是现在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刚刚有几种不同的形态那这种提到的像卫星直连那当然手机的部分它要必须有这个相对应的
这个设备这个射频终端接收的装置。那现在应该说它的紧急应用可以，但通常不太会在比如说在台北市，你说我要用手机打卫星电话，但是呢，在有些的地方，我的手机可以连到特定的这个比如说在飞机上，我的手机连到了特定的飞机上的 WiFi， 然后从飞机上去连到外面，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地面接收的终端的装置。那过去有一直在讨论是不是要用手机直连但是呢，目前来说的话，这个部分还比较有困难但是呢，运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在我们家里像以前一样装一个小耳朵地面接收的天线，你就可以去连到许多卫星服务的应用。可能有一些观众现在已经开始在想说，未来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产业？不，我想先回头问一个基本问题。刚刚我们提到 SpaceX 嘛，我们节目录影是在5月底，那现在有一个日期说，在6月12号 ，SpaceX 就要 IPO 就要上市，而且是号称人类史上最大的 IPO 案。那我回头想要跟所长请问一下，就是我们一个低轨卫星发射上去，它中间牵涉到一些步骤嘛？那刚刚所长讲到的一个是发射，现在 SpaceX 已经有在靠发射在赚钱了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卫星那他主要因为他要在空中布建非常多的这个卫星来去达成他通讯的效果。那要知道这个低轨卫星跟高轨卫星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同样的覆盖范围，低轨卫星需要的颗数会比较多。因为你可以想象我们以大楼的角度来说，我站在3楼、1楼、5楼跟10楼，你能看到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卫星也是一样，越高，那么它能够覆盖的范围就越广，而到中轨、低轨，它能覆盖的范围就小。那同样在这样一个区域要能够提供商业服务，要能够提高覆盖率，那它需要的卫星就要多。那居然要有这么多的卫星低轨卫星打到空中去，那先不管其他的法规相关的问题，这个光是打上去的成本就很贵。所以要能够打上去呢，其实刚刚提到的对 SpaceX 来讲，他发明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它的这个火箭发射的这个能力可以大量的降低这个成本，所以对他来说，他把卫星打上去，然后呢让这个火箭再回到原地，再继续的打其他的卫星上去，这个为他带来了很大成本的减省。所以他会不会用这个来赚钱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这样的一个创举让 SpaceX 有这样的能力在空中去布建很庞大的这个卫星的信息。那我这边我再问一下，那这样子发射，它的发射台需要就是意思是不用很多吗？还是它需要盖很多发射台？然后这个盖发射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带来一些商机了。还好，这个其实都是成本。对他来讲，发射火箭这事情本身是成本。但是呢，其实应该这样说，发射火箭这件事情是高度精密的工作是尤其跟太空有关啦，包括在卫星，它都是一个相对强调安全、强调精密。曾经我想几年前大家应该也看过一个影片就是 SpaceX 在试着发射火箭的时候就失败了然后呢就什么事情都要重来那更不用讲美国的 NASA 太空总署在早期以前还有发射这个载人在太空梭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意外，所以这个本身它是一个相当困难复杂的工程尤其是火箭发射，所以它今天在这方面的突破，为它带来了很大的成本竞争的优势。这个我之所以要问，是想知道说，我们看到台面上就是 SpaceX 在做这个，那背后有没有台湾厂提供设备啦，提供或者是提供技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就是提供设备或者是帮忙做什么东西。还有就是除了发射之后，像你刚刚讲的，除了发射是一个高技术的东西，把卫星带到太空，带到那个轨道，把它放在那个轨道，这也是技术吧？
然后还有让那个卫星在那个轨道上持续运作，然后不管是通讯啦，或者是要做这个做那个，也都牵涉到一些设备。那现在台湾有在这一部分有开始拓展进去了嘛？台湾的业者。我们回到低轨卫星啊。那如果以看低轨卫星现在的生态体系，我们大概可以把它想成几个面向。一个刚刚我们在谈的是火箭发射的这个过程。那就像您提的，火箭发射上去之后，那它要把卫星放到这个运行的轨道中。好，那么所以本身有一个卫星的这个东西。那这个卫星呢，它里面会需要的东西哈，那其实就很多哈，比如说它上面要有这个天线。它上面也要有一些电子的零组件、射频的组件，里面也有半导体哈，那等等，它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卫星的组件在上面，这是一个。而且在太空的环境跟地球又不一样，要做新的东西应该是这样说，在太空它是真空的环境，里面没有空气。好，而且呢，在太空里面它随时有这个辐射，对，好，所以它里面，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发射到太空以后，我们这样想象好了，在地面跟太空，在地面的坏了怎么办？就派人去修。那在太空坏了怎么办？那没办法修。所以第一个，而且在火箭发射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高度的震动的，它要耐震。好，然后上去之后呢，要克服太空中的环境，而且不能常常坏，否则坏了你就制造一个太空垃圾在那里。那所以这对这个卫星的这个行业来说，这个产业来说，谈在太空中飞的这些卫星，它的要求、规格、认证，其实都需要非常大的，都有很大的门槛。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包含Starlink， 包含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业者，他们要在卫星的这个上面，包含台湾自己做的福卫的卫星都一样。那你要能够进到这供应链当中，需要经过极严苛的验证。好，所以尤其对这种要商用化的，它不太可能说今天可能便宜5块美金、10块美金，那我就用这个产品。他要的事情是 quality， 要经过认证，所以我们这边常常在讲，他必须要有什么？他要有飞行履历。什么叫飞行履历呢？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一片 PCB 板，他有没有上过太空？如果没有上过太空，相信以前的人没有用过，以后的人也不敢用。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对，所以打进去了之后，其实跟有一些领域很像啊，比如说做医疗的，做汽车的，或交通行业，你进去了之后，这个领域就是一个长时间的 relationship， 但是呢，要进去门槛很高，所以这也是台湾的业者现在要克服在卫星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卫星的讯号往地上打，地上的讯号往卫星打，地面也要产品。要相对，我们之前不是讲刚刚有那个以前小时候看电视的小耳朵吗？那就是一个接收器，而且接收下来之后，你要把这些讯号去做解调变，要去做这些讯号的解压缩等等。那这背后呢，也需要有相对应的技术跟产品的支持。所以我们的团队其实在观察整个卫星对台湾的业者的这些这个帮助来说的话，当然我们很努力的要进到这个太空的领域，好，仍然在努力中。但是呢，我们现阶段马上可以看到的是地面设备，那这些地面设备，而且相对在太空中飞的卫星来讲，没有错，未来会打很多的卫星上去，不过那都是了不起，就是以万为单位。但是地面的这些装置设备，刚刚讲接收的这些天线也好，接收下来的这些这个 box 这些终端产品也好，那它的量就会相对的比在天上的这些卫星飞的量要来得多啊。而对台湾的产业来说的话，这一段的领域呢，它不用太空认证，好，它所处的环境就是地面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既然它要大量普及，要大家都要用这样的产品，它必须要够便宜。
必须它有规模经济，它必须要强调 cost efficiency， 强调它的那个成本的效率。所以这里面不管是天线，不管是射频元件、讯号处理的晶片，甚至电源、外壳、软体、韧体等等这些的这些的组件呢，其实都会需要用到台湾的供应链。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台湾的供应链，从过去中高轨卫星到现在的低轨卫星，我们看到的是在太空的部分我们在努力中，但是在地面接收的部分、地面接收处理的部分，其实台湾的 ICT 产业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其实都一直有相对的投入。这样一听，应该让很多观众眼睛一亮。就是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技术还没有办法突破到太空上面去，可是有一部分厂商有了，但不是全部。对，还是有部分的厂商。对。这个好了，我们不报名牌，所以假如有观众想要知道的话，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问。不，我们先讲地面这一部分。可是刚刚所长在讲的时候，我有一点担心，因为你讲到那个 efficiency 这一部分，台湾这部分的门槛够高吗？还是很容易被别人追上来啊？确实就是如果强调 cost， 强调低成本的优势的话，台湾固然有这低成本的优势，但是对岸也有，那而且甚至对岸也有自己的卫星。对要它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定位卫星的话，像这个北斗那它也有它自己的整个体系，而且对岸这个打火箭也是，对，它从这个火箭转飞弹，飞弹转火箭，那这个也是它相当有优势的地方但是回过头我们来看现在的整个国际的供应链的局势的话在许多的领域，特别像卫星、太空这些领域，那么有不少的地方，它仍然会强调的是这个伙伴关系、供应链的长期的合作的关系。尤其刚刚我们讲这些地方，它可能不会因为这个稍微便宜一些那它就会去换掉它的供应商。所以在我们来看，这个台湾的供应链在现在的这个地方其实它的这个相对的优势或是它相对的竞争力还是稳定的。那另外一个当然提到是地面的这些产品来说的话，那有一些时候它因为要是对应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有 Starlink， 我们也可能有其他的品牌、其他的这个服务的供应商，它都要有特定对应的对象。所以一旦在这个供应链当中，我们具有这个合作关系的话，就比较不容易被取代。所以听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啊，不会一下子就被别人抢走生意。然后这几天因为这个低轨卫星的话题多，我有看到一些报道，有人问说低轨卫星有一些是就是在现在大家热烈讨论当中，有一些其实是真的未来会真的发生的需求，有一些可能只是现在一些烟火而已。所以现在台湾掌握到的都是真的需求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地面上通讯，那有没有什么是大家要注意，可能是只是一时烟火的好，我们来谈一下那个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说我们在谈整个卫星通讯的应用那么当然它最近受到很大的关注。那么其实有一些这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北市内或在台湾的这个都市区里面，我们在打电话你会用5G、4G， 还是说那我要用卫星？目前应该还是5G 嘛 ？Of course，以后也是5G。为什么？因为它够便宜，因为它的网络够普及。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低轨卫星的通讯它并不是用来取代现有的光纤网络、家庭的有线网络，或是我们现在用的行动通讯网络，而是它是第一个，它是在为了一些特定的情境甚至是不足。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到山上如果去登山
那个其实不是说它不能够装5G 的基地台，它也可以装，问题是装了久久才有人用一次，维修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它的覆盖率就不会大。这个时候用低轨卫星，它就可以带来很好的这个经济效益啊。以前太贵，但现在刚刚讲我们这样的分析之后，它变便宜了，它的成本降低了，但是它还是比现有的5G 基地台这些要贵啊，因为毕竟卫星在天空飞，而且刚刚提到它有很多严苛的环境啊，这些东西都要克服。那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台湾比较难想象，比如说像中国大陆或是像美国，这个地非常大的地方，那么有些地方啊，就是这个看不到什么人啊，都是沙漠，都是荒漠啊，这种地方啊，请问放基地台划不划算？所以我们曾经我们的团队有去看过这个美国，以美国为例，它的整个这个网络的覆盖，不管是行动网络或是有线网络的覆盖率，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它的覆盖率是不高。如果我们有机会到欧洲的话，有在大城市以外的某些地方，它的覆盖率也不高，也就是说你的讯号不一定收得到，品质不一定好。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地广人稀建这个基地台或是建网络设备，有线网络并不划算的情况底下，我们会用这个卫星相关的来补足。所以刚刚提到什么是真的那刚刚提到在这种特殊的应用环境情况底下，那在特定的情境当中，我们会形成是不同的通讯网络当中的一个整合，这个我们看到是真的。那所以刚刚看到在飞机上，在海上，在高山上，在地广人稀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它很容易去产生新的这个商业用的价值，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对卫星相关的一个重点。那至于说在比如说在都会区那我们家里明明这个有线网络运作的很好，那光纤网络运作的很好，那说要用这个低轨卫星来去取代现有的，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比较不容易实现的。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些卫星的通讯网络，它有的特性是它在太空不容易被，当然了，发生星战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它不容易被影响。所以当发生重大灾变，比如说台湾之前发生地震台风天然灾害甚至是我们看到在乌俄战争里面发生了这个战争的损害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备用网络。那所以这里面我想它有它不同的这个应用的领域。所以回答刚刚主持人问说，那哪一些是我们看到 for real 的？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看到相对是比较具有这个未来会持续落地实现、具有商业价值的地方。所以就是一个互补性的。那所以现在有一些投资5G 设备的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当然，5G 有另外的故事啦。对，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跟业界学界的讨论里面其实也有提到那个5G 真正的 issue 啦。那当然，现在我们从5G 开始，已经今年开始去讨论6G 的标准就再下一世代的通讯网络。那这里面就牵扯到，其实也开始把这个卫星也纳入在整个的 roadmap 里面，所以他们叫做 NTN non-terrestrial 就是说过去是用这种地面广播站的方式去发射讯号、接收讯号，那未来呢，它这个卫星会变成是其中的整个的 roadmap 当中，整个的蓝图当中其中的一环，所以它并不是去取代它，而是它在补它的不足，让它整个原本5G 或是未来的6G 想要达成的这个美好的愿景可以更容易达成。这边讲到美好的愿景，可能有一些观众会想说，还有一个让大家脑洞大开的，就是太空的 AI Center。我们就等下一集再跟观众朋友讨论了，因为这个实在蛮多可以讲的。那先谢谢所长，我们先给观众朋友稍微下课一下，等下一集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低轨卫星跟它这个之后 AI Center
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我们下一集见。谢谢所长，谢谢。谢谢。谢谢。